哦，今天提早1分钟，等各位上来，等各位上来。噔噔噔，来上来2位了，上来2位了。嘿嘿啊，金冷刚哦，这2天讲话讲到真的是已经喉咙快没有声音了。为什么？一整天啊，不是人家来拜访我，就是打电话了哦。因为，各位，我跟你讲一个，不知道刚该讲是可怜还是悲哀哦。我当选党主席这个事情，你知道，中国都知道，你知道，中国闹翻天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一个前妻，2个前女友，今天同时被搜索，今天都给我发信息来说，不要再给我打，不要再跟我联络啦，你这个已经是最危险的人了。我说，哦，真的这样哦，因为这3个我最近有联络嘛，因为他们怎么就是我前女友那个新疆那个嘛，她不是我们分手之后，她找一个东北大高个很帅的男生嘛，1.8米的男生，比他小12岁嘛。然后他们的什么，他男方的什么的父母也过来了嘛，他就要尽孝道，你知道，叫我帮他寄一些营养品的。我说好吧好吧，就很奇怪哦。塔山你怎么都不吃醋？我这个不吃醋的人哈，先跟各位讲哈，我这个人一辈子不吃醋，所以那些对我吃醋，我觉得很可笑。就像不管在政治上还是朋友间的那些吃醋，我都觉得很可笑，因为我是个不吃醋的啊。我这个过得很开心嘛。然后他说，他就跟我讲，我上次给他寄东西过去，结果被退回来嘛。他说什么？反正就一大堆借口嘛。我就跟他发一个信说，退回来的东西已经收到了。我说下一次我不说我不跟你寄了，下一次去越南的时候我再给你带过去嘛，因为本来约好去越南，大家在谈一些生意的事嘛。他说不要再找我了，警察刚走。我说干嘛？怎么要找你？怎么好久没找你了？这是你当主席的事啊！我当主席是中国那么在乎，你看到没有？所以我说奇怪，因为我们组台没党的组很久，又不是今天开始组的，对不对？差别只是说，本来是郭大使当主席，我现在是我当主席而已。中国很在乎这个，很在乎这个。还有我前女友之前也是给她寄一些营养品、保健品过去嘛，但是她那个没有被退回来，那她今天也那个了啊。我还有我前妻，我中国不是有一个前妻吗？是个医学博士吗？之前不是我说过，他第一次跟我要钱嘛，因为其实他很有钱的。我现在很担心他不知道出了什么事，第一次跟我要钱嘛。我上次也给他汇了几万块人民币过去嘛。他说今天也跟我讲发信息，他们都不敢打电话发信息说，暂时不要再找我了，警察刚走，而且什么，连他的什么侄子都被侄女嫁出去都被搜索。本来以前搜索他女儿，但他女儿现在已经在日本了。他女儿就因为这个事情就不待在中国了嘛，就跑到日本去嘛。听说可能也离婚了。这个事情，我是罪恶，我是罪孽深重，你知道吗？害我前妻的女儿，因为家里被搜索，而对方那个什么，她婆家那边的是什么？不是宁波那个杭州的一个大户人家嘛？大户人家，所以他们很怕这种事情。好像闹到他离婚，所以他女儿现在就不愿意留在台湾，不愿意留在中国，现在在日本留学了嘛。就这样哦，没完没了。我都想那么久了，怎么样？这个是我刚回来的时候，不是给我大搜索一遍吗？把我的朋友全国的朋友搜索一遍嘛。那个时候我就想说，我就跟中国人喊话说，那些是我的群友，好不好？群友跟我没有关系，你不要说搜索他们，你把他抓起来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
又不是我的家人，我的家人没在中国，好不好？我敢今天做这样，我今天敢这样做，是我没有家人在中国。你去找我的群友麻烦干什么？哈，甚至我前女友都已经找男朋友了，她男朋友比我高又帅，年轻，她男朋友小我21岁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为什么我会把他们当我就当时就跟他讲说，哎，你就当做说我的家妹妹了啊。我这个人说话是做得到，我不会说，哎呀，今天这样讲，然后后面那纠结了半天，我不像很多人这样哦。我觉得很多女人是很纠结，我们说在一起就是在一起，放开就是放开，永远都不纠结这个事情。所以你会觉得我的行为很逻辑很奇怪，那你就说慢慢看看马斯克那个第一性原理就是这样了。这个是我的人生一直都是这样哦。都可以这样讲，说共产党他到底有多害怕？所以各位不要小看我们这个党的能量，惊动中央了，经过中国中央了，这个事情我没有想到这么快，因为他是用刑侦小组来办这件事，他不是以前用国保哦。各位如果在中国被害过惨，都知道什么叫国保，国保是警察局里面最没有用那群人哦，那群人才被当做国保，所以用国保只是警告你。他没有办法把你怎样，但是他这是还是用刑侦小组在查这个事哦。哎，我在台湾的，我在台湾，我为我的国家，我为了要做一些事情，跟你国保他妈的什么关系啊？跟你共产党有什么关系啊？我又没有颠覆你的政权，对吧？我是要把台湾带去跟美国成为一个国家，我要入美联邦，跟你们什么关系啊？到现在还没完没了哎，真的。前天的事情啊，各位，前天我才当选党主席，今天就3个人被搜索，应该还有其他群友被搜索，可是现在大部分人不敢跟我联络了，你知道？我在中国混了那么多年，几千几万个群友，几千几万个朋友，现在没有人敢跟我联络，想起来可笑。共产党你都快垮了，你还在玩什么？我警告你们这些所谓的这些办这些事情的人了。适可而止，我真跟你讲，你如果不适可而止，我真的把你们这些人全部什么举报到什么人权协会，让你们这些家族的人再也出不了国。这是真的，这不是假的，因为我用这个事情去恐吓过共产党官员，他们都很害怕。他们最怕说，我们贪完污的钱，我要出国去，我要躲在美国去。如果因为这件事情让我以后出不了国，他们比什么都害怕，你知道吗？而我讲这个是真的，我不是在吓他哦。这些事情如果被认定为你是在迫害这些人民的话，你跟你的家族是不能出国的，出国人家是会把什么美国把你抓起来的，好不好？哈，还没有成立嘛，党不是我们前15号前天才开创党大会。我们还要把文件升到内政部，内政部审核之后才通过，所以是还没有正式成立，好吗？不要紧张。所以很多人要加入我就跟我暂时没有办法让你们加入了，就政党正式成立之后才能加入嘛，因为在党都还没有成立，怎么加啊？所以说先稍安勿躁。是啊，我都跟他们讲，我说你们要这样讲，再来搞这个，我就跟你举报啊。跟谁举报啊？美国人权协会跟杨宪宏，知道杨宪宏干嘛这么干这种事，你知道吗？中国官员很怕杨宪宏，你懂吗？你们可能不知道，中国官员你只要把杨宪宏抬出来，他们就害怕死了，因为杨宪宏他是人权协会的，他是有这个能量的，好不好？所以既然我这么快就知道，表示你们有在监听我的节目嘛，我就跟你讲，适可而止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大家相安无事。否则不是你恐吓我，是林北恐吓你。我告诉你，你跟林北气看看，好不好？我的前女友，你去抓她干嘛？你去整她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吗？况且她已经找男朋友了，我是可以表现得很大度，但是我还没有善良到会为他们担忧吧？当然，我没有说希望她不好了，我也希望她过得很开心了哈。可是我至少不会为他们担忧吧？所以你们去整她，我跟你讲。我只能觉得说，哎呦，真的哦，怎么会这样？就这样，我表示遗憾，好不好？这群傻逼他妈的，
蠢货蠢成这个样子哈。成立后再加入，成立后我们政党成立后，我们在这边公布了哈。然后我问一下，看看像我们这种柔性政党，到底是你必须要到我们党部来登记就好。我们这柔性党员不需要任何东西哈。一开始要身份证，那是因为要创党前100人，创党党员才需要身份证，后面都不用身份证，后面不用身份证影印本了，后面你来登记一下，是说人要到党部来登记，还是说电话登记？这个我们到时候会再问那个内政部嘛。所以等正式的时候，我们党部也会有人啊，随时可以欢迎各位来党部泡茶吧。党部泡茶在松竹路2段74巷4号，哦，就在松竹路跟北屯路交叉口那边有一个什么眼镜，那个转进去第几家，那你就看到护国党的标志了，很容易找了，很容易找了。真的很可怜。你说他们大的国家哦，那么大的国家，我一个小小的台美党，他怕成这样子，他怕人家去恐吓。我想本来讲说不会吧，怎么那么快？前天的事情，今天就开始嘛，今天就开始嘛，今天就开始行动了，表示说这个东西是必须要从中央下来的哦。中央特派刑侦小组开始查这个事哦，冷刚就到底，以中共的效率他妈的超级快了，我跟你讲，真的没这么快的，他们以前没这么快的哈、哦。但是我只能跟这些傻逼讲了，你继续监管，继续监听嘛，我真的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啊，是吧？这些都已经跟我没有关系，没有我人哦，前女友是这样，我这个唯一可能唯一会跟前女友保持联系的人。联系，那是为什么联系？曾经相爱过，那我觉得不用变成敌人嘛，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关系而已嘛。第一，我也见不到他们啊，我也不能去中国，他也不能来台湾，我也不可能再跟他们有任何什么死灰复燃了，就是曾经一份情分。我们双鱼就是这样很念情，所以哈，你愿意叫我做什么事情，我能做到，请教我也愿意帮你们一点忙。啊，你们觉得哪一种营养品你们觉得很需要，然后你吃你那边买不到没关系，我都可以送你啊，我都可以帮你买啊。这对前女友有慷慨一点算什么？因为我们没有什么，没有说谁对不起谁，只是情已过，时已过境已迁，叫时过境迁嘛。啊，只有中国去找这款人的麻烦，真的有够恶心的。你大国之恶心，共产党现在就盯死我了，我跟你讲，盯死我了，麻烦。现在开始搞的真的是有时候哈无话可说了。我这2天不是有一集吗？我昨天有一个短影片的哈。穷人的泥腿子，穷了18代的泥腿子，才刚吃饱，吃了3天饱饭。就想意淫全世界，这是中国的问题啊，这是中国普遍的问题。你看我们台湾人有钱的时候，我们会感恩什么？感恩我们的早期经济是日本带过来，所以台湾跟日本关系非常的密切，所以台湾跟日本就变成一个良性的互动啊，良性的互动。这不看了，这个可以去看我的节目哈，我的节目的最后一集的那个短袖子嘛，短影片嘛，这一集的哈。你看这一集，因为这一集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你知道吗？是吧？盈利限制，广告被限制，跟盈利被限制，这一集哦，就这一集，看到没有？你们都可以去看到了。理由是什么？我念给你听。他限制我的原因呢，我念给各位听，是吧？由于系统判定内容不适合多数广告主，这部影片可赚取的广告收益有限或完全无收益。我们结合自动化系统和人工审查机制，侦查违反广告友善内容规范和影片内仍可完整播出，但用来赚 YouTube 的 Premium 的订阅收益是没有的哈。各位啊，就是因为啊。这个内容你们去看嘛，看那个内容有什么？我所有内容有哪一句话说那违反公序良俗的嘛？我只是说
台湾人的经济是日本带起来，我们对日本是嘛？我们跟日本有良好的民间友谊，因为我们台湾人懂得感恩嘛。可是我们台湾人把中国带起来，经济带起来，香港也帮中国把经济带起来，中国人对台湾跟香港是嗤之以鼻吧，甚至是嘛一大要喊打喊杀，然后可能只有前面那句我说了，穷了18代的泥腿子，才刚吃了3天饱饭，就想一饮全世界。这句话可能是一开始这句话被他盯上，这个一定是我跟你讲，这个200%是什么？中共的审查员嘛。哎，他这样有用吗？我根本不在乎，好不好？我在乎什么呢？我为什么好在乎的？至少我觉得我这样做是对的吧？我做到把你们中国吓坏了。我随便一个小小的主播，我一个小小的平凡人，我什么也没做，就在那边做几个节目，把你们吓得屁滚尿流，还要动用什么？动用你们的行政机构、行政单位去查我的朋友。我相信不止我这3个前女友或前妻，这个因为跟我比较有联系，所以我知道。我相信很多人早就已经不敢跟我联系了，这2天也被查了，因为上次就几千个人同时被查，几千个人在东北、新疆、南方什么东部、西部、南，哇妈呀，全分布在全中国，同一天被查。我以为这个都几年前的事啊，各位。3年前的事情了，这个是3年前的事情。今天因为我当党主席，坦白讲，党主席他又来了，他最怕这些东西，好不好？我们知道他怕的东西。共产党，我今天在说你监听，我会笑死你。你越怕我越干哦。你要不怕的话，我还觉得这个有用吗？可能我会觉得说，安内可能不好那我们这党到底有没有效？有效，共产党已经吓坏了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之前不是跟你们讲吗？共产党说什么？台湾有高人了。从我跟陈凯丽台派跟郑南军合作这件事情开始，就什么呀？震惊中共内部，因为他说台湾有高人，这是他们最担心的啊。他们要把你们台湾人跟外省人天天让你们斗争斗来斗去的，内部矛盾一大堆哦。怎么有一个塔山跟一个陈凯丽，他们两个说什么？要合作，我们这个继续推，我跟你讲，只要推动了，它一定有它的效果。所以呢，蓝营的只要你还反共了，我麻烦加入我们台美党，因为你已经不可能再投票给国民党了。郑丽文那个鬼样子，你好意思投给他们吗？包括谁？赵少康、朱立伦全部跳水了哈，跳船了，基本上大量在跳船。所以我不是说吗？我说赖清德，你真的拜托你赶快把桃园的候选人赶快找出来好不好？你真的没有办法，你让龚川山去选好吗？有机会啊，这一次有机会全翻盘了。你看李四川本来挟着很大的气势哦，李四川挟着很大的气势，为什么突然他的民调输给苏巧慧？很简单嘛，当然就是郑丽文的问题嘛。郑丽文说：“我4月、5月、6月有可能去见习近平，好啊，你去见啊，你赶快去见，见了就他们死得更快。”好，所以大家我们台派人都在等，我们他赶快，所以我们当时支持郑丽文选当主席我就知道会有这个后果。台派今天有一点嘛，大罢免之后唯一在找到的热情，大概就这件事情可以让翻盘。李四川已经民调输给了苏巧慧，况且他那个弟弟，他那个环保蟑螂，那个黑社会弟弟，鱼肉百姓的这个事也会慢慢发酵。慢慢发酵之后，再加郑丽文继续去见习近平，我可以跟你讲，年底民进党你可以翻盘，所以拜托，赶快把候选人赶快找出来，好不好？早一天候选人就位，然后早一天开始冲刺，这个才是。苏巧慧已经冲了几个月了，他1、2年前就开始在布局，所以他今天民调有机会上来。可是你如果赖清德，你如果因为你们内部的派系问题，到今天台北市跟桃园市都找不到人的话，你会是台派的罪人。我跟你讲，你会是台派的罪人。我们政党是还没有成立的，如果我们政党成立，我们真的会派人去选的。只不过是还在考虑这件事啦，因为我们就算刚成立啊，那个能量还太小，要累积一段时间的能量。
所以拜托你民进党赶快把这个事情做好，不要再有派系之争了。派系之争不要高于什么国家利益，拜托你们好不好？赖清德，如果你能够把新北翻转，把桃园翻转，这两个都就好了，然后台南、高雄维持住，你会破表。我跟你讲，你的知识会破表，好不好？完了，我以前对你的批评，我全部收回来。我跟你讲，是不是？该做点正确的事啦，真的要干做正确的事啦，请定一下，真讲啦，不要为了派系的事到今天还在搞不定。没多久了呢，今嘛3个月了，在1个月11月要选，3月跟10月差8个月，甚至8个月都不到了。现在不到8个月了，还到今天连候选人都没找出来，你能力也他妈的太差了吧？是不是？这个是有点离谱的哦，这个有点离谱了，这个能力差的有点离谱了，好不好？桃园决定了吗？桃园决定了，谁啊？谁啊？王义川吗？他妈的他，你怎么会相信王义川没想过选桃园呢？王义川是被赖清德劝退了，这个都不懂吗？你这个都看不出来啊！天哪，他布局了多久？为什么他最后都不敢讲？因为赖清德一直没有给他，没有支持他嘛。最后不是才赖清德才找他去谈话吗？黄世杰是像啦，是个找一个黄世杰是什么人啦？哎呦，我讲我气死，你知道吗？什么话啊？黄世杰是像？陈赖阳黄世杰，我都没听过，他妈怎么老是找一些我没听过的人啊？天哪，我的老天爷啊！这位先问我说黄世杰是谁？选台湾是要怎么样？我跟你讲，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人。就像我们台中那个何新纯，我从来不知道这个人。你们净干这种事情，真的是可能啊，赖清德可能我们骂他骂的不够，你知道吗？别皮会听，我跟你讲，这个人皮哈，真的是一个什么满皮啦，这人就满皮，好不好？有啊，他怎么？你说赖压不住民进党人啊？怎么压不住？他不是把龚川压住了吗？龚川不是全国知名度，他把他压住，他怎么压不住？他可能压了哦，他压自己人可厉害了，我跟你讲。唉，我真正不听起来，我只能说了，我只能跟各位讲了，黄世杰到底是谁，我完全没听过，完全不知道。如果这么一个圣战，你找一些连我们这些关心政治人都没听过的人，你在失职，我告诉你，你在失职，不能这样讲啊！郑文灿谁跟你讲，当年郑文灿没被看好？郑文灿一直是个战将，我跟你讲，郑文灿是什么人，我很清楚啊。郑文灿的战力比他这黄世杰是什么？我真正没听过，拜托，我真的没听过，不是我在那边讲了，我是真的没听过，好不好？龚川是他是个很懂政治的人，他如果不是被压下来，你知道龚川他曾经布局多深吗？他在台湾布局很多最后整个退出来，是因为他知道赖清德没有要让他选，所以他这个人也很聪明，就开始慢慢撤退嘛。今天如果赖清德说来，我征召你龚川，我跟你讲，他会高兴死，而且是唯一能选胜的人。唯一有机会选胜的人就是龚川先生，好吗？虽然我常常讲说，一个政治人物不要嬉皮笑脸哦，但是这个不影响我支持他呀。我支持他原因是因为他是唯一能胜选的人，而且这个翻盘的机会是这个气氛那起这个气氛起来了，翻盘的机会是非常非常高的。真的，如果你桃园跟新北都翻盘了，我跟你讲，整个世界
台湾这个世代又慢慢要回来，帮我们什么？帮我们霸团争点面子好不好？啊，赖清德先生，让我们霸团的人重新找回士气好不好？我们霸团的已经很多人到今天还在家里走不出来，你知道吗？知道吗？是啊，他们的派系他们派系斗争太吓人了。董川不可能来台美党啦，他是郑国会的人，他们这些人，当然有可能啊。你如果被压制，那来啊，你来台美党，我们提名你啊。哎、欸，有票不？啊，你会使哦，会使哦，去找广川，去找广川。如果民进党不提名你，你来民众党、我们台美党，我们提名你，啊。哎，不要说什么学霸不学霸，那些他妈的农生村的啦，没什么用啦。你不能在最后临时推出一个没有人认识的人，这叫什么？这叫是什么？保送敌人上垒啦，保送敌人上垒。我跟你讲，赖清德，我真的怀疑你是不是共产党派来的。我跟你讲，为什么会干出这么离谱的事情？这么离谱的事情。一会要说何志伟，一会要说黄世杰，然后呢，有声量的不找，尽早就没声量，会赢的你不找，而且苏巧慧还不是你找的人，苏巧慧是谁的人？蔡英文的人啊。金讲我骗赖清德，你真的要为台派人做一些表现，因为你的行为已经让台湾人觉得莫名其妙到极点。开始很多人对你的怀疑，就是因为从这里开始。从大罢免到今天，从你上任到今天，我没有发现你做过一件事情让我感动的，一件都没有，一件都没有，好不好？谢振武要选台北市，跟蒋万安拼了，哇靠，那不是太好了吗？那个赶快把那个郑丽君推上去了，搞不好他们。让他们去啊，让他们去斗一斗啊，他妈的去抢票啊，是不是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谢振武是代表谁？谢振武应该可以抢到很多蓝营的票啊。谢振武是可以抢到蓝营的票。后来拜托谢振武出来了，那看可不可以全台湾一起翻盘了。听说台中的何新存哦，听说他的什么，他的民调也不输那个江启臣。甚至在年轻人部分还赢了一点，所以有没有可能全盘呢？因为每天都有人跟我发信了，写在我 email 讲，然后只有什么，只有一条路，就是六都全赢了。但是这个事情，我说我当然知道六都全赢是最好的啊，问题是怎么六都全赢？之前我都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代志，你们为什么相信这个？后面我觉得，是不是有可能呢？这个风气有人在讲，这个风气可能有它的道理哦。可能得到神明的指示啊，台湾真的有机会六都全赢啊，好不好？谢政府有说我不会缺席，真的吗？是一样不一样啦，一共不会缺席是一样不一样啦。王立川就在前线打仗，累积了很多仇恨值，这个是问题吗？你觉得是问题吗？前线打仗累积什么仇恨值？我搞不清楚呢。他累积什么仇恨值？我不知道啦，我不知道。但是我跟你讲，市长这个东西是可以靠空战赢的。我说所有选举，市长跟什么总统大选，这个都空战占一半以上的分量。他不是县议员那种小事的，那种小选区的那种，就一定要靠什么？靠家族，靠地方势力。但是市长跟总统这个层级的人的是可以靠什么？是可以靠空战赢，好不好？谢政府真的有说他不会缺席哦，那太好了，把他鼓励一下啊！他不会啊，你来后面讲。黄世杰，中华民国政治人物和律师，民主进步党籍，生于台北市，毕业于台大法律，又是台大法律。
没看台大法律，你没有给他跳过啊？真的，台湾就是被台大法律这一批人给玩死了。我告诉你，台湾就是被台大法律这一批人玩死了。相信我这一句话，好不好？远离台大法律。台中想选台美党的市长啊，台美党目前没有出现一个比较有实力的，这样。我不会像某人一样说，我参选台中市长啊，但是我没有准备钱哦，我没有准备钱，然后怎么选？我跟某人不一样，好不好？我是个很务实的人，要玩就玩真的啊，不玩我就要么就不玩，我不要弄起来拍苗拍虾，哎呦，台美党推出党主席出来选台中市长，结果得票数全台中市最低，那我就丢人现眼了，好不好？那我就丢人现眼了，我不是那种人，你放心好了。没有钱我是不会出来选，不要天真到以为说选举可以不花钱啊！一选举起定3到5亿是跑不掉的，我讲1亿已经很客气了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吗？你知道选一个4亿元大概要800万到1000万了，一个立法委员大概要3000万到5000万了，一个市长这绝对不是1、2亿可以解决的，3到5亿的问题，你筹不到这些钱，不要参选，因为没有必胜的把握就不要玩，反而会把什么？会把律师的票给抢走，反而没有意义，你知道吗？除非说，确实我们整个气势超越什么？超越民进党的人，那时候我们就来考虑了。现在考虑这个是没有意义的，好不好？问题是民国派就是被蔡英文搞出来的啊。谢政府今天出席公益捐血活动，他在台上再次宣布，我2022绝对不会缺席，我会在面对面担任主持人，照我们的往例，把所有6都各方面是这样啊，这人嘛是安尼，谢政府跟我同年呢，所以你看他那个 baby face， 看起来他笑脸啊，我笑脸了，一个港年呢，他跟我同年了，跟谁同年？还有跟那个什么？上工，那我们就上工，跟他听他讲足老的，上义夫啊，上义夫嘛跟我同年，你们把上义夫跟谢仲2个摆在一起，跟我们3个摆在一起，你觉得说这3个同年会不会很奇妙啊？会不会很奇怪？我3个都是老虎的啊！谢仲本来是 baby face 啦，一看就是安尼啊，不奇怪。我没有太乐观了，我要太乐观，我就宣布参选。我有什么太乐观？我是最务实的人，我告诉你啊，今天我们台美党要成立了，所以我们现在每一句话都是政治语言，好不好？我们已经不是以前的一个政治评论，或者我们只是一个网红哦，这个说话可以不负责任的哈。现在我们已经我是这个党的党主席，台美党的党主席，我很多话说话，我要开始要稍微考虑一下哈，要开始考虑一下。对啊，赖清德表态站在日本，这个本来就对了，这个没有人会疑虑什么。赖清德有部分做对，但是做对是应该他本分，他这个没有什么好鼓励的，这本来就应该做对。可是，在这个6都大选这件事情呢，还有说在国际的地位这件事情，他晚了一步嘛。他如果冲在高市早苗面前，我说过，他的民调会高到吓死你。然后在全世界会看到，让全世界看到台湾的总统已经冲到最前面了，反共是我们反共最前沿，冲到最前面，这个影响力又不一样了。可是他没有做了，他一直都没有做了，他现在就是在跟着后面了，从后面慢慢屁颠一步一步来。我是觉得说真的有一点太慢，好不好？口碑扣卡30块短，谢谢。请问廖董对匈牙利禁止 LGBTG 意识形态和坚持圣经真理的看法，这我真正不知道，你知道吗？你用敢问个这种冷门，匈牙利它到底发生什么事？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在坚持圣经真理，因为我也不是基督徒，所以圣经真理到底什么意思我也不知道，好不好？
你要跟我讲佛教，可能可以跟你回答。讲这个确实，你问我这个我太难解答了，因为我从来都不是基督徒，好不好？何新存我为什么会知道？他又不是我们选区的。我还真跟你讲，他没有出来选台中市长之后，我真不知道这个人。我们全家没有人知道这个人。我也问过啊，我问谁啊？谁是何新存？没有人知道，好不好？所以我才讲说，哎，是啊，如果我们台北联邦真的可以派出人来，我是真的觉得我们也很有机会啊，我们也很有机会，只是因为什么？因为对手都太弱了。对手，我常常讲了，其实我对何金水没有任何感觉，我只是想说，你不知道你要选市长吗？你这2年为什么没有网络声量完全没有去创造？你没有论述能力，你都上电什么，都上电视节目，都上什么政论节目，你的什么？你的空战才能打开嘛？我就不相信你现在才知道你要选市长怎样该要选市长，早就应该要去什么？标记这样没有能力去什么安排自己的生活嘛？安排自己的什么？自己的就什么竞选的方式嘛？对不？你跟我叫合理不？我没有要求他什么。你规划人啊，你规划人，你不知道你要选市长你不会早就应该做规划吗？这群人永远都只在乎什么？只在乎陆战。但是我可以讲，他太平洋，就算他那太平洋那边陆战很强了，我就不会相信他到海线那边还有陆战，我都不相信。我告诉你，好，这个什么98JKIPM 30块短信，谢谢。今天委内瑞拉赢球哦，川普发文说他想不想成为56这件事情我有要讲，这个还没到这里，还没讲到这里而已哈。对啊，他在那个区服务啊，一雄这起太平区啊，你又不是选太平区的，你选太平区的什么立委，他这样做可以。你不选台中市市长呢？这些人连这样的认知都没有，你说这样的人当我的市长林边嘛，看不得过啦，讲实在啊。他还嘛，你知道他封锁我们吗？他得罪我没办法，他封锁我啊。就他那边不可以发我们的频道啊，没有关系啊。我跟你讲，政治人物爱朗后，如果你在得罪我，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，我只能跟你讲傻逼，你这样对我，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。林北风起来打谁都敢打，好不好？委内瑞拉会比台湾更快成为51州，这个代志真的是非常奇妙。我想，川普为什么讲这句话？你一定要去想想看，为什么川普最近这个51州？因为他们也知道他们知道台湾人很多人在争取51州，这个世界只有台湾人在争取，对不对？格陵兰那些人也还没有，因为在格陵兰才5万多人嘛，全国5万多人，那个声音太小。可是台湾人，在美国就有很多台美人在争取，他一定知道我们台湾也有一个台美党成立了，这件事情已经美国很多人知道了，中国很多人知道了，所以我总是觉得川普讲的每一句话都是在点醒我们台湾人，在鼓励我们台湾人，是不是？就这句话啊，就让一些讲说，哎呀，你们这个台湾成为美国51州是不可能的事情，我告诉你。绝对可能，川普天天谈这个事情，他怎么不可能呢？有史以来你有看过美国哪个总统因为点这个委内瑞拉啦，因为点那个什么那个加拿大啦，因为点什么格陵兰啦，他就是不点台湾。川普干的每一件事都是这样，他点东点西，最后真正要的是台湾，真正要的那个国家他不会讲。你们到今天都没有发现川普有这一招吗？我早就已经发现他在玩这一套了，你们居然没有人发现，这些是真正的声东击西嘛，是不是？这不叫做声东击西，不是办法是声东击西啦。川普绝对是个战略家哦，这个做生意做起细人的人，我跟你讲，你要这个敏感度要有，
你若到今晚连这个敏感度都没有，那也其实蛮可惜的，蛮可惜的哈。对，川普就想让大家知道，可以来加入美国联邦哦，这是一个选项哦，对不对？这样影响多大，你知道吗？哦，这比中国去花多少钱去什么“一带一路”啦，什么随着全世界买些媒体去宣传，效果还要好。顾伟，我的推特下讲，哎呦，委内瑞拉要不要加入51州啊？加拿大要不要加入51州啊？我讲安尼一句话效果比什么都大，这个才是厉害的人，对吧？你看我川普厉害，跟没讲的厉害。用关税这个本来不存在的东西，可以让全世界跪下。现在用个51州，可以让什么？让很多国家心痒难耐哦，进来，那么来成为美国51州，成为美国是效果多好，各位效果多好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台湾卖到美国东西完全变内销，一点关税都不用那我问你，如果台湾卖东西到美国本土，不需要关税，我想请问全世界还有谁是台湾的对手？我就问各位啊，全世界有谁是台湾的对手嘛？中国东西超级便宜，可是它是4.7%，现在可能再加25%多少？现在中国实际的关税多少我不知道，我已经不会算了，你知道，因为它到底实行怎样不知道。但是它再便宜也没用啊，因为它的关税要吃回去啊。同样跟台湾跟中国的东西的，除非价格差很多，他们才会考虑用中国的。可是如果价格差不多，绝对用台湾的，因为我们的品质比它高至了2个档次以上。我在中国的化工厂，到今天用的原料还是台湾的，到今天我的化工厂用的原料还是台湾的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就不一样。台湾的原料用台湾的原料，它的成品出来就是不一样，你就是可以比别人多卖什么？多卖1/3的价钱，这个才是真正台湾的软实力啊！那以前就是因为这样啊，台湾比较贵嘛，那我愿意长期用台湾的原料，是因为我们台湾人讲品质嘛。中国人我才不管你这些人嘛，我用便宜就好，所以他可以卖点便宜嘛。但是如果现在台湾因为台湾免关税卖到美国，中共虽然很便宜，但是它关税那么高。这样到美国，其实价格跟我们差不多的时候，绝对不是你的对手。台湾人做生意从来没有输给中国过。各位，我们台湾很多加工厂最后撤出中国，不是做输他们，是欠你拍摊的行李我不认嘴。我们以前的利润大概在25%、30%，甚至到35%，这是台商的利润都要抓得很高。结果中国人出来跟你抓个5%利润了。我讲内销了哈，不是外销都是毛三到四的。在中国内销，我们的东西我们以前都抓30%，30%到35%。中国人出来做生意，他直接给你抓5%。我们台湾人最后不愿意做，撤退回来不是做错做输人家，是这牌台林北不认嘴。林北为什么要把自己弄那么贱呢？去赚那个5%呢？是吧？是这种态度，是台商撤回来。不是台湾人做输人家，这一点，任何一个台湾台商在中国做生意的人都知道，我们从来没有输他们过，只是我们要有骨气，不赚这么难赚的事情哈。对啊，301开始了，232、301都开始说中国欧被面对的困境啊。IMF 说中国的内政总负债哇塞92兆人民币92兆排挤挂乘以4.5，你看哇这台币，你该省了。这个数字我跟你讲，这个 IMF 这个数字还不到真正他们的负债的一半。中国有太多负债是什么 ？IMF 算不出来的。他们全世界没有人知道什么叫城投。城投负债多少？我跟你讲，光城投负债就60兆啊！他说92兆绝对不止了，光银行界加一加就不止90兆了。光银行的负债加城投超过100兆，结果他说他们 IMF 出来92兆，我一点都不相信这个了。
我一点都不相信这个数字啊，至少200兆到300兆，这个才是真正他们的负债。如果92兆，我可以跟你讲，他们还有机会解决。200-300兆人民币，这才是他们处理不，他们为什么到今天知道处理不了的棒西啊贴啊，让他什么？我处理不了就让他自生自灭嘛。如果92兆，我可以跟各位讲，92兆还能处理，因为他一年 GDP 也不止这个啊。如果92兆有什么？这还不到一年 GDP 有什么？是不是？可是他今天已经棒啊西那贴，就表示他已经完全比这个超过太多了，好不好？对啊，没有人清楚，但是我跟你讲，只有我们这样的人最清楚啦。我们在中国待太久了，我们太知道他们的什么，他们的毛病在哪里了，好不好？黄喜说的没错，我朋友的家人没钱了，才把房子低价卖出丢啊。我在20大概19年左右嘛，那个时候房价已经涨得很高了嘛，我就跟所有中国讲说，赶快，现在趁这个时候还有价格，赶快卖。没有人信我，而且他们都讲，我说你们会迅速返贫，包括那个时候在中国非常有钱的那些中国的商人哦，那个每天他妈昏天暗地的，他妈自己他们不在酒店了，他们在自己的招待所里面玩了，玩疯了。我跟你讲，那招待所里面就是吸毒加女人，大锅炒一大堆，那个简直是不堪入目的东西。我就跟他们讲说，趁你还能玩哦，赶快玩，趁你现在资产还卖得出去，赶快卖。我说你们会迅速返贫，没有人相信我。今天你看，今天个个都说，而且是我前女友他们全家，现在都说还是老廖说的对。现在天天在讲这个啦，当时如果听老廖就没错了啦。我就你现在讲有什么用？没有用啊。但是没有被铁拳打过的人，他是不知道痛的，让他们痛一下啊，让他们痛一下啊。而且你看啊、川普不是说要去3月底，本来说3月底要去中国访问嘛，现在要延1个月嘛？为什么？要把什么？要把伊朗彻底打趴。我要把真正的把中东旗插完了，真正的占领中东，然后呢，委内瑞拉也被他搞定了。我就已经把你中国所有的汽油，现在中国要买汽油已经很难了，所以他现在可能只靠俄罗斯了。美国会不会对俄罗斯怎么样？我不知道哦。美国人绝对会让你中国从原油开始。古巴其实不重要啦，因为古巴什么都没有，你知道吗？古巴是个穷的妈的一塌糊涂，他什么都没有，所以我很懒得去谈古巴，就是这样。你今天谈古巴要谈什么？谈雪茄啊，谈什么？古巴没有意义哈，古巴没有意义，古巴什么都没有。古巴的原油以前就是苏联送的，他的油都要人家送给他，要不然就低价卖给他。然后他有什么稻米都还要进口的，连米都要进口的，好不好？中国送了400万吨哦，不是400吨，400万吨的米去给古巴嘛，好像没有用了。如果自己没有外汇来买，只靠人家送，那个不长久了。况且中国自己都还要进口米，中国进口粮食占它的粮食的总使用量40%，中国没有两箱的米在送你了哈，他也是花钱买的，好不好？弄清楚啊！川普最好笑说中国不派军舰到伊朗，老子不去中国，对啊，那就是你也来啊，你来凑热闹啊，来了我在这边把你打成几烧才好玩呢。现在是什么？习近平不是说下令说不能再提武统台湾的问题了吗？然后现在不是飞机绕台也说了吗？然后日本在横须贺不是布置的什么爱国者飞弹吗？1000公里，1000日本1000公里，那就是打北京啦，就是打北京打上海，要不然他那1000公里要打哪里？风声鹤唳了，好不好？川普习近平，你把这个世界搞得风声鹤唳，全世界围剿你了，你怎么那么厉害？我就没有看过像你这么聪明的人。
可以搞到妈的台湾、日本、美国、北约、越南这些全部都同仇敌忾，菲律宾全部同仇敌忾。现在如果真的发生战争，就是80国联军了，不是8国联军了。各位，你怎么比慈禧还厉？慈禧太后还厉害好了，我都觉得中国是历代是人才辈出，你知道？为什么总是出这种天才？这么大的国家就没有出一个像样的人吗？让逆淘汰的社会，他们那个社会就是逆淘汰的，越优秀的很快就被斗完了，好吧？在底下斗争就斗输了哈。我认识很多优秀的中国官员，那都在最底层的官员，他们跑不上去，因为他们不愿意跟那同流合污嘛。我那个前妻就是个非常优秀的，非常优秀，他医学博士啊。我跟你讲，我那个前妻就是天才，他这辈子没有解不开的数学题。我告诉你，这样的人到今天也是在一个市里面而已啊，卫生局里面而已啊。他也上不去啊，因为他不愿意去跑关系嘛。所以我常常讲，中国你不用怕中国，因为这个逆淘汰的机制，他们内部斗完了之后那来跟我们外面打的时候，他已经全身无力了，英能小小，你听到不？所以中国人最大的力气用在什么？内部斗争了。他知道。他只要不打外国不会打他嘛，所以他们根本不在乎这个，他们要把所有力气用在什么内部斗争嘛，他们内部斗争才真是你死我活嘛。结果国家在干啥？我回来就是告诉各位，不用怕中国，我是真的不怕中国。前2天不是说我这个一个商界人来找我吗？他也说啊，他说，因为他之前不是说花了1000多万把他们家人全部拿了美国籍了嘛。但是他还在台湾赚钱啊，他跟他们小孩都讲说，只要战事一起，你们就直接回美国，直接回美国，全家都给我带回美国。我要留在台湾跟共产党周旋到底。我说我也是这样想啊，我说我们这些老头还扛得起枪的时候来啊，我们共产党你要来，真的赶快来。他妈，我还真想这今生，我还真想跟你干一仗。我告诉你，我还真想跟你干一仗。我想看看我们台湾人的什么的决心，好不好？其实这款代志，各位，如果他真的那么厉害，台积电有跌到1000点以下了，为什么他没跌？没有，根本就没事，好不好？还有啦，很多人在问我这件事，他说马斯克要自己开什么晶圆代工厂，晶圆厂加上什么封装双装测试厂。怎么办？我可以跟各位讲了，马斯克，我先讲那个谁，黄仁勋说，2027年他在台湾买的晶片会超过1兆美元。各位，一条美元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们台湾一年的税入总预算还不到1000亿美元呢。我们台湾今年2026年我们台湾今年政府的税入总预算还不到1000亿美元。黄仁勋说，2027年他在台湾下的订单要超过1兆美元，30条的代票。你说台湾会好到什么程度？我不是之前就讲了，马斯克黄仁勋讲，台湾你要赶快增加产能啊！我的产能需求是翻倍的啊！呀，西党，你现在这样，你如果看到台湾中国朋友，如果你来台湾，我带你们去看全台湾整个西部海岸，快要被台积电把工厂盖满了。台积电把台湾的西部廊道已经盖满了，台积电工厂，它还要再翻倍耶！那台湾不是百年腾飞是什么？各位，我讲的百年腾飞不是刚好而已吗？我没有任何夸张啊。好，就是因为这样。因为黄仁勋基本上他已经把黄仁勋成为台积电最大第一名客户嘛，第一名客户是黄仁勋，第2名是苹果嘛。那呢，马斯克排不进来，马斯克台积电给他的产能大概可能几%而已，所以他急得要死，你知道吗？他需要很大量的晶片，他排不进来，排不进来怎么办？我自己做啊。
我跟你讲啦，这种，我不要说7奈米以下哦，都是非常非常高度的技术累积的，连三星都做不了，你马斯克凭什么做？就凭什么做？好，做出来良率10%啊，你也洗啊，就拍款呀，是吧？是不是？而现在呢？而且他等什么？现在他等 IDM 公司自己设计、自己量产、自己封装。我还没讲到封装哦，封装 CoWoS， 台积电是用一个最优秀的工程师叫什么？我忘了哈、哦，最优秀的领导就是专门负责最高阶研发的那位先生啊，去研究 CoWoS， 研究快20年才让他成功了。所以台湾的台积电 CoWoS 这个封装世界第一，也是世界第一啊。所以它是什么？高阶生产第一 ，CoWoS 的封装又第一，这2件事我可以跟你讲了，马斯克不可能克服的。马斯克把那话送了，因为他没有办法，我买不到晶片，我买不到晶片，我所有7、9大科技公司全部垮掉了，对吧？我全部垮掉，为什么？我如果买不到晶片，我所有的东西都是话送的呀，很爽的、啊，不是说100万个卫星在太阳的什么，在太阳轨道上发电吗？他要把什么算力中心全部放在太空吗？因为可以用什么？太阳能发电的量来运转嘛，而且太空又是很冷啊，不用免冷却系统啊，是吧？台湾的那个 data center 要很多，现在不是用液态的冷却系统吗？马斯克把这一套全部放到太空之后，他什么都不用啊。可是他就是唯一的缺点，他是没有晶片啊，台积电没有办法给他那么大产能嘛。哎，我当然服务我最好的客户嘛，那客户当然叫辉达嘛。叫什么？叫苹果嘛，叫阿玛荣嘛。你马斯克排第几名都还不知道嘞，你就突然要来抢那么多产能，我怎么可以给你？所以他这个人只能想说啊，我自己做江山人生噩梦的开始。各位，你们觉得说你们这 SpaceX 然后飞上去，然后下来用你的夹子夹住，这个很了不起的，对，这个很了不起，但是这个东西并没有什么绝对做不到，它只不过说它的电脑运算更快一点，它能够下面那个喷气口的角度随时调整，就这些东西其实本质上不是什么多么难的问题，当然很难啦，但是其实在整个科技界讲，它不是做不到，晶片不是各位啊，晶片不是这样晶片是一点一滴工程师的累积，所以我们说台积电最了不起的工程师在哪里？不是在实验室在车间现场很顶工程师呢，那些是随时掌握什么精度的，那个差千万分之一，他都要去改善的人，这样的一个工程师精神，我觉得美国人做得到吗？但是他有没有可能说来我就把台积电的工程师全部收买过来，这个用你3倍5倍的价格，这个我倒是比较担心的。如果不是这样的话，应该不会了。但是我还是这样讲嘛哈，亚利桑那州的台积电，台湾的工程师也缺没几个几百个而已啊，比去中国的还少被中国骗去中国，被那个梁孟松带去中国，还1000多个工程师所以去美国也没有也300-400个而已嘛。所以我是认为啦，如果真的那么恐怖啦，台积电就要跌到妈的1000块以下啦。所以很多事情你要看有没有可能不要听那些新闻天天报，那吓死你了。哎呦，马斯克加死人会安怎不安怎？会安怎早就安怎啦，你看那股票就跌死啦，我跟你讲。等你看到台积电还在跌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说搞不好黄仁勋的不是，搞不好马斯克的那个什么。搞不好马斯克的晶片厂是有一撇的那个时候就你要小心一点，其他的不用担心啦。可不可以卡？30块短谢谢，请问廖董，古巴宣布改革方案的看法？古巴没有办法不改革，我已经说了以前的古巴100%的能源石油是跟稻米是什么？是苏联送他的，所以他才在什么？在美国的后门给你放一个让你心慌慌的嘛，这是一个战略嘛。然后呢，苏联垮来之后没有办法，谁接手？中国接手嘛。这中国最近也开始有一点力不从心嘛，所以说他也这么
他后面是从什么？从委内瑞拉买了很多很多便宜的油，结果现在全部被什么？被美国掐死了。委内瑞拉给你掐死，你古巴就没有油。那个不是影子游轮吗？全部被美国控制了嘛？你要靠海外给你送油过来也没有了嘛？所以美国人早就知道要控制古巴是一件非常非常容易的事情。海运跟陆运给它控制住，这个国家就饿死了。我跟你讲，你真正要死我骗你，因为它的能源跟什么跟粮食都要进口嘛。所以说，他们古巴现在一直在找美国谈嘛，中国无能为力。所以其实你说中国在跟美国争取海外霸权，我跟你讲，其实只要美国人兵节落来中国就退掉了，他就退了。所以美国在海外，在委内瑞拉，在伊朗，在所有的国家哈。其实美国只要跟你翻脸，中国就跑得比兔子还快，因为他们只靠什么？只靠宣传过日子嘛。你看，要呸，你要吹牛而已嘛。那吹牛这个美国不听，美国的情报是全世界最精准的，精准到什么？我根本不跟你玩那些虚的嘛。所以光美国厉害，我们聪明人一定要靠美国了。美国实在是他妈的太厉害了。他做每一件事都是精准打击，他不跟你玩虚的嘛。中国是刚每天放那什么，我就跟我们那些蓝白那些恶心的家伙，每天在吹歌功颂德。中国人就这只要是支那基因的，不管在海内中国国内还是海外，在台湾这一批人都是一样的特质啊。你看我们公文人，讲的好像什么美国在伊朗绝对什么陷于泥道了，什么郭正亮这些人，我跟你讲，全部跟中国的大外宣是一模一样的。这些人不但不用担心，而且你用力的把他耻笑，他踢球的话，我就不知道你们这样子要不要脸啊？萧旭晨的事情，我可以跟各位讲了。马英九为什么突然跟萧旭晨切割？这个事情跟谁有关系？跟郑丽文有关系。郑丽文闹得太疯狂了，所以已经让李四川的民调大跌了。李四川的民调大跌，这样继续下去之后，国民党年底真的有机会大败。我再跟各位讲，真的有机会大败。所以开始有人跳出来了，比如说赵少康，比如说朱立伦，比如说马英九跳出来，他说这样下去真的会死得很难看。如果国民党大选失败之后，我可以跟你讲，这些外省人他们会觉得自己已经没有容身之处了。今晚我跟你讲我们台北党要出来了如果让我们拿到政权的话，我可以跟各位讲，这些我一定会清算这些人。当然，我们以法律来清算，我们不会以暴力来清算，你放心好了。林北叫书文的，但是我们会把法律的手段用到极致。你的国安法，你的反渗透法，我直接跟你用到极致。我真跟你讲，我天不怕地不怕，我都不怕你来暗杀我，我还怕你什么？是不是？我知道共产党会，自从我当主席之后啦，我可以跟你讲了，共产党暗杀我的机会已经增加大概10倍以上了。第二天，我当主席第二天，我的中国亲友就被骚扰了，就被喝茶了。我就问你，他们在不在乎这个事？在乎，对不对？因为他怕嘛，他讲说台湾有高人，台湾居然台湾有人要联合台派跟正南军，这他们最害怕了。现在呢，我共产党把你们台湾人用一个什么，用个台独的那个名称，在国内大内宣传的很厉害，全中国都同仇敌忾你这个台独啊，你这个怎么样？我们要打死你啊！真的。结果我廖金章跟他讲，没有，我没有台独啊，我要入美联邦啊，一前攻击，他整个傻掉。所以我不是讲过了吗？袁永斌老师讲了吗？中国整个对台论述，因为我们重新再拟定一个，到现在还没有新的论述，都还没出来。各位，我们这么小人物就可以把中国弄得鸡飞狗跳，这叫做正义的力量，不是我有什么本事，我就是个普通人。而我就跟各位讲，这叫正义的力量，我们共同来执行这个正义的力量，让各位知道说我们也不是好惹的，小人物只要做对事情，那个能量都是超级大的。任何一个人
出名之前都是小人物，可是小人物做好一件事情，我们连续做好了很多事情哦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大罢免开始，台派跟正蓝军结合，加上入美国51州，然后现在我们叫入美联邦，我们政党都成立起来。这一系列虽然说这一年多的事情，可是已经让中共高层他已经什么找不到应对之策了，哦。你看我们继续出手，我继续出招，我跟你讲，也拱你听啊！我这样开始啊，赖清德先生开始啊，给台湾个愿景啊，我们百年腾飞啊，我们未来台湾要怎么样啊？我要成为亚洲野太营运中心啊，我要成为世界金融中心啊！我跟你讲，如果台湾成为世界金融中心的话，中国会惊死，因为我彻底压制你人民币，我告诉你，也许他就不知道怎么办了。各位，你相信我这句话？如果台湾成为世界金融中心的话，我们把人民币的什么人民币的海外结算，我们妈的把它压制住，我看你中国就垮了，台湾有可能要你的命，我跟你讲，天天要打台湾，我妈的互不相干，我们过我们的生活过了几十年，你还天天不放弃武力统一台湾，那我也鼓励护国党哦，不放弃武装回归南京，真的，我跟你讲啊，这个事情，也许在你有生之年会看到。我不是讲了吗？马斯克讲他擎天柱机器人，那天下无敌啊！我跟你讲，他可不是像共产党表演那个机器人只会跳舞而已啊。擎天柱是真的，他说最晚明年开始生产。擎天柱机器人是可以真正上战场的，他是的瞄准都会很准的。我跟你讲。这个我就是说马克思为什么需要那么多晶片呢？我不是讲了吗？他未来机器人不是只有什么在家里当你的女佣啊，当你的老婆啦，不是那种而已啊，真正上战场啊。这个上战场要最新的晶片，最快的芯片。我就这样，速度越快的话，你可以先拿枪把敌人打死嘛。你运算比较慢，你还在瞄准的时候，你已经被打掉了嘛。这个就是晶片快慢的差距嘛，所以不要再跟我讲说，哎呀，晶片免偌好啦，那是外行在讲的。对啊，林某嘛免偌水啦，都凊彩一个查某就会使啊，一个胖的200斤的也可以当你老婆嘛，是吧？对啊，就是这样啊，好跟有是两回事，好不好？好，怎么看不见了？恩雅330懂了，谢谢。这个恩雅是我们很好的朋友哈，是我们非常好的朋友。他也在我们后知群，大家这位朋友是我们最感念的美国的朋友。我们现在群里好多这样的朋友，我跟你讲，我不是讲了吗？很多人因为那一天不能去台北参加，他懊恼的要死。其实他身体不好，好几个身体不好的，我还要负责去什么安慰这些人。我说没关系，我一定可以找到足够的人，你可以不用来啊，你身体不好不用来。果然了，我们数字超过114啊，上在台中才80个呢，你知不？对吧？台中是我们的大本营啊，结果台中那次来的人还比这次台北来的人还少，因为很多人讲说，你不当党主席啊，你让人家当党主席，我才不去呢。真正足多人跟你讲的啦，所以我再次跟各位道歉哦。今天开始，我们把勇气拿出来，我们只是想说。有人能量比我强，我就让他。我们是要把事情做好，不是要争权夺利。我是要希望这件事情能做好，有能力的人来做。所以我发现有没有能力是我们自己的判断。也许一个人真的要有一些什么所谓的人格魅力，才能带动一个党啊。今天顺理成章，我们这个事情就这样定下来，就这样完成了。我相信有一部分的天意，但我们要顺天而行。我这辈子一定懂一件事，叫顺天而行。所以各位大家继续努力，好不好？好，感谢恩雅啦啊！还有口碑口卡30块懂，谢谢。请问廖董对川普说委内瑞拉成51州的看法？这个刚刚讲过了哈。这个就是什么？直接话台湾听啦。委内瑞拉成为美国51州不是不可能。但是不是迫切的，就一样。我是说他们那个加拿大人说，加拿大现在已经物价已经快通货膨胀快死掉了哈。
那我问你，警察上门是真的上门，不是开玩笑的。我今天讲话我负责。今天才两个前女友一个前妻，今天跟我联络了。警察上门常有的事啊，我在中国都已经被喝过4次茶了，这什么是你们台湾不知道？你们在台湾不知道，在中国这种事情是很正常的。我最大的功劳就是什么？让几千个中国朋友不再害怕喝茶。他们第一次被喝茶的时候打电话跟我讲：“塔山，警察给我找我去呢，我怎么办？”我说怎么办？我说你第一他说什么你都承认。对，是，然后叫你签个什么悔过书，就签个名就好了，不用任何解释，因为他们比你还清楚，他们一直在管理这些东西，他们比你还清楚。车塔早就已经常态化了，至少我的群友早就已经常态化了，我的群友已经没有人会怕这个东西了哈。真的第一次他们好害怕，我说你的人生总要有第一次嘛，未来你会觉得说，哎呀。当年推翻共产党的时候，我们也出了一点什么，出了一点力量，就是我转发这些东西。我讲说，不然到时你怎么跟你子孙解释？你孙那改讲，阿公，你当时共产党在肆虐的时候啦，你为这个国家做了什么？他说，我没有啊，我什么都没有做啊，我就怕他，怕的要死，躲起来了。但你现在可以讲，有啊，我转发了很多的嘛，很多自由的文章。很多反共的思维，传播了很多思维，我因此而被喝过1、2、3、4、5、6次茶，那你的人生就有得吹了哦。你孙那面前还有话可以吹，那也是一种光荣。我们倒是把年纪，至少要在子孙面前还有话可以讲嘛，是吧？这就是我常常跟他们讲，就是你人生的意义啊，要不然你退休了你要干什么，是不是啊？所以说就这样了，51州成为美国，我说美国。只是用川普用委内瑞拉当说辞啊，其实是要跟台湾讲了。早期卡特的时候就说过了，卡特那时候就已经跟谁说过了？那个时候跟那个谁忘了，他们那个谁给我留言的好像是汪仔跟我留言嘛。卡特的时候就希望台湾内部有什么，有这种独立的力量出来发起来，然后由美国来支援嘛。那个时候台湾人因为228之后全部被打怕了，所以那个时候已经没有人敢出来了，所以今天台湾才要多被国民党折磨了5、60年，5、60年，所以现在机会来了，任何一件事讲你一个民主自觉的，我什么加入美国，甚至我说要台湾要独立的，你都是内部人民的主张嘛，各位没有对跟错，好吧？你不要老是问我这样对不对？政治的事情没有对跟错，只要所有人都同意这件事走，这就是对的，这叫政治，好吗？政治永远凌驾法律，所以我们现在讲的是政治，不是跟你讲法条。法条我们可以找出一大堆法条出来。首先，台湾人内部要先形成这个共识。如果我们这1、2年内能够台湾人形成共识，我们再来推动公投，我们再来去跟美国接触。我们一定有管道可以我可以跟各位讲，我们台美党才刚刚开完会，我已经收到很多人的很多人预约要跟我见面了。我这2天见了3位了，2天见了3位，都是企业家。我跟各位讲，企业家也在看风向，他们也发现说，国民党不行，国民党已经不行。很多人眼光很锐利的，你以为他们不懂啊？他说国民党已经不行了，第2股力量真的会是我们台美党。我们没有要跟民进党竞争啊！你们深绿的继续投票给民进党，不要投给我哈！妈打给我，不要他妈兄弟变成仇人啊！我就这么简单一句话，你们深绿的也不要怕我跟你抢选票。我告诉你，请你深绿的继续投给民进党，我要去抢中间的，抢蓝营。还反共的蓝营的票，反共蓝营票他握住到什么程度，你们不知道而已。他们说国民党怎么会堕落到这个地步呢？公开承认自己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，怎么可能受得了？我问你，这些外省人怎么受得了啦？那他们怎么办？这要投给谁？这些人就要投给民进党下辈子了，不可能。所以我们就是跟他讲。
投给我们台美党，这是他们可以接受的选择。因为以前一家人要花上千万才能拿到美国国籍，现在也不用一张选票下去，我们甚至还可能跟美国讲，跟川普讲，一人再补发个10万美金。这些事情都是在进行中，好不好？各位不用担心哈。蔡永正频道会员升级为塔山之孙，谢谢。啊，对了，各位有空帮我加一下会员啦，这样到会员到现在也300出头而已，好吧？好。CK 阳还说台积电是两蒋的功劳，那些都是杂碎，你知道吗 ？CK 阳是靠什么？靠什么？靠军火出身的，那些人都不用讲了啊。我可以跟各位讲，为什么台积电会要到美国卖股票？为什么台积电到美国 ADR？ 为什么？是因为国民党本来占一半嘛，国民党一直卖。国民党说：“哎呦，好不容易涨上来了，我们投资下去钱已经涨上来了哈，那怎么办？要卖给谁？台湾的那个时候，台湾人哪有那么多钱去买？而且如果是靠台湾人买，那个台积电会崩盘。所以当中我们被逼到美国的去上 ADR 上市嘛，所以 ADR 只有股票分红的权利，他没有参与经营的权利嘛。所以 ADR 照理说要比台湾便宜很多，可是居然现在美国的 ADR 比台积电还还贵2成啊！”不是2%哦，2成。你知道这是台湾是因为什么被这些人搞到人心惶惶？我们其实，所以我说台湾只要什么？台湾只要我们赖清德先生给台湾一个愿景，我们100年腾飞，我们100年崛起，我们未来什么亚太营运中心、世界金融中心，我们的股票再涨1倍，天经地义的事情。我真跟各位讲，这个才叫做100年腾飞，100年崛起。这句话到今天没有人敢喊，我已经喊了4年了。我4年前回来就在喊这些东西，那个时候他们听不懂，我上电视节目都听。我跟你讲，为什么我为什么最后这么孤僻？我不愿跟外面这些政论节目人跟任何一个人合作，真的，我真看他们觉得你们只是来赚通告费的，你们根本没有要来好好的做事，好不好？台湾真正要谈的是什么？2758台湾地位未定论，对不对？100年腾飞，亚太营运中心、世界金融中心，这个才是我们台湾要谈的愿景嘛。台湾有谁在谈？我就问你啦，台湾除了我之后有谁在谈？他们是看不懂吗？不是看不懂，因为这个没有收视率。他们要天天讲什么？柯文哲哦，哎呦，黄国昌哦，大家骂柯文哲、骂黄国昌，我说不是不能骂，骂多了你敢我操声，我都觉得我是听到这个，我觉得已经开始恶心了。我现在听他们讲骂黄国昌、骂柯文哲，我已经开始恶心了。已经骂几年了，好不好？还有什么好骂的？这是马上要关进去了，你骂他干什么？你骂他不会就是收视率啊！你真的是以为正义啊？正义就是为台湾什么？点拨台湾未来的前途，告诉赖清德，其实你应该怎么做，对台湾只是有好处的。这个才是我们政论节目的人该做的事，不是规刚他们咧到现在可能骂街骂还没有用，没有意义。好不好？好了，时间超过很多了，超过18分钟了哈，先到这里为止了。感谢各位，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。有空帮我加个会员吧，拜托拜托哈。